护卫要进城了。公元950年，即后汉前右3年，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，并诛杀郭威满门，逼反郭威。郭威率军逼宫，刘承佑仓皇逃亡，途中被部下所杀。相公饶命！相公饶命！相公饶命！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饶命！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天子弃国身死，乃百官何？做分内之事，又非第一回，亦非第一位。请令公入宫。请令公入宫。为人臣者，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。君贵和元朗随我进去。其余人等在此等候。臣见教司功，阅都留守，天雄军节度使、枢密使、通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顾明觐见皇太后。太后有不，太后说，请劝兄弟进去。
令公海内人望，市民应服，一言可定大计。还请令公领衔劝进。你写好，我具名。先前和笑话九郎也有今日，前后不过1年光景，性格世境，我令公居然也走到了这一步。二郎不成器，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你全家。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，在这儿给你赔罪。国家叛党，社稷危殆，官家心丧。臣恳请太后下诏，以陈王入继大统，以安天下民心。雀儿兄弟，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。当年在太原做藩镇的时候，我家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家人慈和敦睦。入主汴梁不过3年，丈夫和2个儿子全没了。雀儿呀，给你家兄长留住香火吧。太后有诏，先帝大行神位无主，陈王久病，不可以经天下。襄阴公刘赟久居外镇，素有贤名，可因为私权。郭威遂宣刘承佑生母李太后诏书，立时任徐州节度使刘赟为4军。刘赟，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弟刘崇之子，过继给刘知远为养子。刘赟是河东刘崇的长子，他若当了天子，信用的必然是河东的那帮文武班底。咱们这些人辛苦一场，却是为他人做的假医生。这世上有些事情，只要开始了，也断无停止之理。这许多人跟着他干成灭门的勾当，
是要谋富贵前程的，可他却轻飘飘地说让便让了，却将众兄弟置于何地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，无功于天下，却做不得天子。真让襄阴公做了天子，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断然没有下场。主公已经见了血，仇已经结下了。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只有郭令公才能做天子。襄阴公那边如何料理？事到如今，怕是留不住了。诸位一番辛苦，既是为了国家大义，也是为了郭令公父子的家仇，总不能说为郭令公一番辛苦厮杀，反倒一个个的没了下场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却也容易。我自去徐州迎驾，路途之上，马儿惊了，摔死个把人，也是寻常事。此事托付三哥。令公，宣徽王相公求见。请他进来吧。哦。还没歇息呢。新婚何来？你看啊，这天子崩殂，天下板荡，这时候派人去徐州，一个不慎，怕是要弄出事了。庆丰的意思是，三哥久居军中，积年宿将，就算是出了事情，也能压得住局面。说不得为劳动他一番，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。也让他在新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。我明日一早进宫，请太后颁下荆节诏书，准三哥往徐州迎驾。那有太后诏书，便更头疼了。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，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，该放手是需放手。自家该歇歇的时候，莫要硬撑着。尤其是熬不得夜了。知道了，那你也早些歇歇。元朗，末将在。令公有何吩咐？备马，我要进城。诺。文仲今夜来此，是想要襄阴公的性命，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？令公知我，那个位子，各位是真心不想做？由得你吗？我与先帝不同。先帝称帝时，
身子康健，家世俱全，还能人望所归。如今不到3年的光景，先帝便不在了。3个儿子死了2个，如今只剩下太后和陈王孤儿寡母守着血氏。我家其实也还不如先帝家，满门上下只剩下我跟君贵父子2人相守。168口人，除了随子大美府的董事之外，就连女人和小厮都不曾剩下。刘大德，我家实在是折损不起了。一把老骨头了，走上一番徐州也没什么。多谢令公成全。文仲，世道如此。杨叔子有言：“人生不如意，时居7、7、8。”这样的事情，由不得我，却也未必能尽由得你。君贵，这什么意思？二位叔父，父亲昨夜祭奠故人，一夜都未曾合眼，天方亮才肯睡去。当年在太原，你父亲自家是如何说的？做天子的须不是我等，大事当前，谁不是一夜未眠？如今他在此处酣然高卧，做此等小儿女情态，却是将我等，将这些追随他的兄弟袍泽们当成什么了？二位叔父一夜未眠，好歹妻女尚在。国荣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跟他啰嗦这些做什么？床你脱起来不就得了？请2位叔父进来。令公此时与某进宫，找太后讨要节钺诏书。冯令公已经拿到了荆节和诏书，天不明灭出城了。此时应该已经出了开封府界。如此，不足与谋。文仲，你这是心瞎呀，还是眼瞎呀？这个乱臣贼子，众家兄弟已经陪你坐下了，如今你转过来要去做好人，却是众家兄弟于何地啊？天下这副担子太重了。这样的年岁，这样的世道，谁不明白呀？在这样的世道下做天子，也有将全家人的性命都赌上去的狠烈和果决。我家已经死了168口人，就剩下我跟董事君贵相依为命，凋零如此啊！我自家又是这么个岁数，实在是赌不起了。还请2位兄长体贴这个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也各自回家啊，拉上各自的家人，陪着你一道等死。告辞。营中有了严令，除非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能离营半步。哎，郭圈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不做天子也就罢了，硬拘着我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到了澶州，或走或留，由得2位兄长自便。这澶州，太后有诏，大河开化，灵训在即。太后命我率军东去澶州治河。大军
即日发营。诸位，令出如山。令公有令，守备安营。令公有令，守备安营。令公有令，守备安营。文仲这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住，在冯道那老匹夫没迎回新天子之前，他不会放任何人离开军中。可见的郭雀儿是死了心的不愿做这个天子。做不做天子，不是他一人之事，自然也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的。说的轻巧，如今兵权在他手上，在这军中可不就他一个人说了算。这件事我们想差了，总想着礼制规矩那些个老黄历，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好看些。就连刘赟那里，也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周全些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事情的关键根本不在太后，也不在刘赟，此事的关键就在当下，就在此处，就在军中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。你来做什么？喝酒。不喝。你不想喝，我却想喝。你不做天子也便罢了，连兄弟也做不得了。喝吧。当年啊，晋主卖了燕云，先帝知是时事，将成为千古罪人。君臣举语，被赶去了河东。身边只有我跟苏相公。自河东府过了河，你和三哥便赶了上来。先帝问：“你们跟着来做什么？”你说：“特来共生死。”当年是共生死，如今依然是共生死。唉，生死二字却也难说。昔日太原的众兄弟，杨斌、石鸿昭、王章等辈一个个都死了，我家168口也死了个干净，只剩下我和金贵孤家寡人独存一室。你说，
还真能落个诸事不管，镜子死了不成？三伯父这是要兵变。这是军中将士们联名拥戴你父亲做天子的学说。中间空着的位置是留给你具名。若我不具名，三伯父是要把我杀了？这是杀头掉脑袋的大事，你不纳头名状，谁敢留你性命？那便有劳三伯父了。本人收了他的剑，把他看住了。他若硬要往外闯，便绑了他，只要不伤他性命便可。走！站住！莫再向前！请令公出帐。令公何在？臣等求见令公。退后！中军主将大帐，擅闯者，杀！末将王殷，请郭令公出帐，受诸军陈情请命。请郭令公出帐。令公。天子无德，神器无主，襄阴公无功劳于天下，更不知军中将士的辛苦与不易。若要是上下相安，四海清宁，郭令公不出，乃苍生何？今日我等在此拥立郭令公为天子，臣等请令公以社稷苍生为念，早正大统，即皇帝位。请令公早正大统，即皇帝位。而金贵何在？衙内身体不适，在帐中休息。令公，不可呀！若是我儿无事，今日我便允了尔等；若是我儿有伤，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，以谢天下。而金贵何在？请衙内出帐，令公有请。爹，爹。
郭某有话要与尔等说。有3事相约：其一，不滥杀；其二，不掳掠；其三，善待雇主忠亲。尔等允郭雀儿此3事，郭雀儿便为尔等担负起这个天下。臣等奉诏，陛下万岁！臣等奉诏，陛下万岁！秀峰，臣在。命你为使节，回转汴梁，觐见太后，告知目前的情况，讨要一个监国的名义回来。臣奉诏。王爷，臣在。自此刻起，诸军由你统帅，严肃营伍，弹压军纪，但有不法乱营，无论亲疏贵贱，悉诛之。臣奉旨。诸将谨守本分，不得擅动。诺。有件事儿，只能你去做了。徐州，来不及了。你星夜赶往宋州，冯令公迎奉襄阴公回来，必经宋州，迎住他，告知他澶州和京师的变故。襄阴公那边如何处置？襄阴公如何错置？悉听冯令公进去决断。儿子明白。自雀儿入宫那日，监国诏书便已备下了。是他坚持不受，才未能昭告天下。如此也好，我母子的性命从此刻起，总算是平安了。拿去吧。谢太后。令公，救我！令公，襄阴公，起来说话。令公，我乃先皇养子，既食徐州多年，一直奉旨循礼归行拒不，从无给予大位之心。前皇突然借诏，令我进京嗣位，我自知才疏德薄，诚惶，却也不敢不从。仓皇启程可眼下行至半途，而新皇登基，朝代更迭。令公，如今我该何去何从，方可自保？还请令公明示。令公，救我！令公，襄阴公，若要避祸，听老夫一句，既不要去京城，也不要回徐州，更不要去太原投奔你父，安安生生在宋州住下来，闭门读书，一个人也不要见，一件事也不要问。闭门读书，好。刘云，谨遵令公君命。
万岁，万万岁！臣冯道拜见陛下。令公请起。谢陛下。令公，坐。谢陛下。那日令公说，有些事逃不掉，我还不以为然。今日方知道，什么是天下大事，身不由己。陛下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那什么重要？陛下新朝既立，一曰征朔，二曰天子，三曰国本。何为征朔？定国号，改元。国号之事，太常李渊尚未记忆详年，不能拖。此时人心惊惧不安，国号不定，征朔不明，天下不安，内外不宁。愿听令公教诲。陛下正为大统，国事即为国族。国者，国也，出于姬姓，本为3代一脉，文武后人皆属周天子一系，国号称周，名正言顺。那就依令公所言，国号大周。自即日起，赐令公建立圣殿，暂拜不明，入朝不去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令公，令公为当朝首相，可否领先上奏，请立太子？他过去做了官家，未免也太冷静了。兄弟们一番劳苦，归根结底，不都是为了他做江山吗？而今可好，做了官家，这第一件事，便是把我这老哥哥赶出朝堂。其实是为了你好。屁话！他也是个47的人了，膝下只有君贵这么个过继子。怕是这几日间，便要册立太子了。国荣又想着为儿子打算，又怕老兄弟几个卷入这个头等大政，坏了兄弟的情分呐。其实也是一片私心。国荣做不得主角。没错，正是这话。此人自何家死难之后，性情大变，行事偏狭，轻重不明，却是个听不进别人话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不宜君天下。若是官家当殿提出此事，我必会定回去。他已经是天子了，处今为国本，是国事，不是家事。他虽然做了天子，可这天下也不是他国家一家的。陛下，东宫处嗣，国之根本，本固则邦宁，内外相安，天下有定。臣中书令冯道不辞万死，奏请陛下
册立太子。恒令公此言大谬，官家膝下无子，何来太子可立呀？修凤兄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陛下亲子皆罹难于前右之乱，左监门卫大将军本柴氏子，非陛下所出。不能够。秀峰相公说的对吗？王相公，依礼法制度，过继子即为嗣子，其位在诸嫡子之上，是为嫡长子。王相公所言与理不合。令公老迈昏聩了。唐继以来，什么时候讲过礼法制度？若依着圣人的礼法，陛下亦不得为天子，你我又何得为宰相？国荣，臣在。上来。臣不敢。上来，站在阿爹身边。今日，朕有几句话，与众臣僚说个明白。郭荣，就是我儿子，我当儿子养了几十年，他孝敬了我这个父亲几十年。谁当太子，谁为储君，此事或可另当别论。但若再有人说，郭荣不是朕的儿子，休怪朕对他和他的儿子无念旧情。臣君前失言，请陛下降罪。罢了。今日秀峰在殿上说的那些话，你也不必往心里去。其实叔父说那些话，儿子并不在意。我只是生气，他竟公然在殿上顶撞阿爹。我是不是阿爹的儿子，旁人谁说了都不算，只有阿爹你说了算。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，不肯回府里去住了？哎呀，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，你啊！我困不过，
子不想当太子。你要不想当，只要阿爹活着一日，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。你要想当，阿爹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让你当。你要是想领兵，便去侍卫千军；要想做事，就去中书门下，跟着冯令公西学政务。儿子想去澶州，知道。小婿钱弘处向岳母大人、舅父大人问安。女儿不孝，让阿娘阿舅劳神伤心了，特携夫婿给母亲、舅父请罪。我哪有那般福分？养个王妃女儿，寻个大王女婿。我呀，不过是个寻常妇人，守着个岛子还姓你，打几尾鱼，捞几个虾贝，靠海吃海罢了。你们如今都是大人物了，眼里何尝还有我这个穷酸母亲？抬上来。岳母大人明鉴，小婿深知亏待岳家良多，故此访吴越，共事朝廷惯例，准备了些许银券、器具，以补上迎亲时的聘礼。老婆子受不起，你还是抬回去吧。少了吗？没事的。外面还有。各20万，多少？银20万两，绢20万匹。好女婿，地上凉，跪久了会过湿气的，还不快起来啊！谢岳母大人恩典。唉，阿娘这话说的，怎么，女婿是好的，女儿就是歹的了？这女婿好歹能让我这个老婆子见些回头钱，养个女儿只能赔钱，还能干什么呀？早晚的，把我这岛子也给捣鼓的贴补婆家了。阿娘这话说的不亏心吗？真当女儿不知道啊？这如今黄龙岛的旗子都发到福州去了，阿娘只是卖了一个女儿，却赚了1军、13州、86县的生意。都这样了，为何还要为难女儿？好了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渴不渴？快上茶！阿姐，来。
大王，快去看看。王都出事儿了，是京师出大事了。京师变乱，先是天子于宫门扑杀了杨斌、史弘昭等朝廷重臣，屠戮天雄军节度使郭威，满门亲眷。满门亲眷，郭荣呢？郭荣虽是郭威左右，不曾罹难，只是其妻儿皆不能幸免。郭威、郭荣父子与大名府起兵，七里坡一战，天子崩于乱军之中。文武军佐由冯令公领衔上表，推戴郭威为中原天子，改国号曰周。新天子入城大统，可曾立了太子？未曾听闻有立太子之事，却是听闻郭荣自请出镇澶州，以镇营军节度使修治大和河宫。征旦将至，又该遣使入京了吧？臣与胡令公议过了，今岁贺征旦时，仍以大元帅府判官沈温琪前往。公元951年秋，徐州刘赟旧部叛乱，郭威遣王殷平乱，攻破徐州。次年正月，郭威率主力大军亲征兖州，太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投井而亡，兖州城破。颍州、陈州调拨粮物，数百里粮道运上去10斤，也只当是3斤用。令公，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迟报，还请令公亲启。陛下没有回銮，反倒一路向东去。栾家要去曲阜，苦等4朝，不亦想郭雀儿，竟是朕主。公元952年，即广顺2年，郭威夜曲阜孔庙。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，又称阙里至圣庙。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，历朝历代多有封赠，4时祭祀，血食不绝。快点！孔庙是儒家圣地。5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，天子宁有宠爷，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。郭威拜谒孔庙，可见其推崇儒学、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，也以此昭告天下，他要使仁政治天下，让百姓得享太平。陛下，屈阜之心，乃大周之信，乃天下苍生之福。令公，朕有一疑，令公可否为朕解惑？
陛下，老臣不知陛下所宜何事。何为儒？儒者，人之所需也。越生死，越衣食，越忧乐。一人之所需，即为一人之儒；众人之所需，即为天下之儒。于朝廷而言，儒即是天下人心。朕若以儒治国，可保万世太平。陛下，万世太平，神仙亦保不得。千年太平能保吗？千年太平，圣人亦保不得。百年太平能保？须去做，方知晓。郭荣为民兴治，自请至澶州，修缮长河大堤。岁余时间，郭荣夙兴夜寐，无论春秋无惧风霜，与将士民夫同参宿，共劳作，疏浚宽阔河道，修护厚实堤坝。大堤修缮后，消除了黄河多年水患，福泽一方梨树。陛下，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，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，惠及苍生，遗诏还朝，以当大任。陛下，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，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，惠及苍生，遗诏还朝，以当大任。陛下，澶州毗邻腋下，为河北方面之计，守臣之任不可轻易之。陛下，王相公此言大谬。军中最重赏罚，有功便须赏，赏罚不明，取获之道也。依王相公所言，腋下军将便是立下再大的功劳，一辈子也只能在军中搏命，不得擅离。如此，置军心于何地？只不过是一段堤坝而已。文肃相公，言过其实了。陛下，大河金堤自后唐庄宗之后，便再无人修缮，乃至岁岁水患。天福6年，水淹京畿，水面距京师城头4尺，民人流离失所，死伤无算。而今太原侯重筑金堤，今年夏汛，大河不复为患。京城已有20年不敢在夏汛时节开城门了。如此功勋，虽灭人国，亦不能比之。你自家治了10几年的水，便把治水做了天下第1等的大功。今日赏了太原侯1日，天子该如何赏你？朕累了，
朱清，且散去吧。恭送陛下。今日冯道之所请，你事先知情？知情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与我请呢？以致今日在朝堂上如此尴尬。说了，你便不反对啊？这天下是你家的，哦，难道你下一道旨意，直接让军贵回来，我还能拦得住你啊？是，我是反对他做储君，可我也不是见不得他回京啊。做天子的须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徐武将，你现在知道我是天子了，平日你想得到吗？你让我当家，我便让你当家；你要处理，我便让你处理。你身已是枢密使，还想当宰相，我便让你做了。你口口声声说这天下是我家的，我的家在哪儿啊？我有家吗？168口啊！男女老幼、妇人婢女加在一起，168条性命活生生血淋淋。你说这天下是我家的，我家在何处？这天子有什么好啊？能抵父母妻儿吗？以前的皇帝都是称孤道寡，我这个皇帝是鳏寡孤独居。你翻翻史书，凶不凶？有我这么凄凉的天子吗？我除了你们几个老兄弟，还有一个董事，一个军贵，就剩下你们了。既然你提到了军贵，那我今天也不叫你官家了。文州，我再劝你一次，你还没到当年太原令公的年纪啊！赶快再多纳些妃嫔，总得留下能够承嗣大统的亲生子啊！是，军贵是好孩子，可是他内里毕竟是姓柴，不姓郭呀。你不要觉得那都一样啊，那从根子上那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唐明宗的事情，这才过去多久啊？阴间不远呐！你得看得明白些，不要因为小辈的几句甜言蜜语便糊了你的心。这江山是你家的，是你姓郭的，不能让姓柴的白白占了去，你明白吗？天下江山，老子要了何用？老婆没了，儿子没了，女儿没了，女婿也没了，都没了。老子要一房一许，一介滚朋友何用？文州，慢着！当兵吃粮，老子天生便是吃苦受累的命，那跟老子的家人无关的。文州，你喝醉了，赶紧歇息吧。我这边
刺出去了。大人，陛下喝醉了，你们好生看护，别让陛下受了风寒。诺。陛下，元老，原本你要跟着金贵去禅州，却被朕扣下来入了禁军，倒是耽误你了。末将不敢，在哪里都是为官家效力。你父子都在禁军之中。上阵父子兵，不外如是。留下你，是知道你跟金贵有兄弟之情。兄弟好啊，只要不反目，能打虎，能断金。朕想托你爹的儿子给朕的儿子带一句口信儿，就说朕叫他回家来吃饭。自从军入仕以来，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，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缁衣、浑身泥水的皇子。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，终日在修葺清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。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，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，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、毁污淹田之苦。这条孕育了中原王朝复兴之地的黄河，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历代中原王朝的良心。陛下，老臣年迈多病，其骸骨归养林下，望陛下恩准。令公四朝元老，海内人望，朝廷之元首，国家之柱石。天下离乱已久，须臾离不得令公。若说归养，朕也想归养，想想罢了。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。令公，陛下。金贵，儿臣在。自即日起，河堤上的差事免了，入中书门下细学政事。
冯令公久在书亭，威望隆重，你须以身试之。儿臣奉诏。陛下，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，得人为第一要务。范质离谷，资望不足，懈怠王事，上不能做天子以经六合，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。请出范质为相州刺史，出离谷为许州刺史，以翰林学士陈冠全职开封府严看待之，同平章事，伏请陛下允准。兄兄，今日是寒食节，各属衙公街都要休沐一日。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不能等到明日再说。陛下，秀峰兄，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，咱不折腾行吗？陛下是天子，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。天下大乱，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，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。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，如今坟头都长树了。这样的年月，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你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他还是不肯罢休。灵公，朕不为天子之事，众兄弟诸事同行。如今做了天子，兄弟们却分崩离析。灵公侍奉四朝，请告诉朕，这是为什么？陛下，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子，是故天子无私人。陛下做臣子的时候，可以有兄弟，如今做了天子，这普天之下，皆是陛下的苍生赤子，皆是陛下的兄弟。不能厚此薄彼，旧时兄弟心中自然便要生怨。陛下欲做太平天子，王相公之事只是第一关而已。门下，朕承天运，福有四海，念国之政要，当以贤能为本，以公忠为义。枢密使、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俊，悉有微功，朕亦常委以重任。然近来行事乖张，事权妄为，有失臣道，而俊不知悔改，致朝政紊乱，人心不安，故罢其一应职衔，出为商州司马，即日出京，不得逗留。此番出任，务要克己奉公，以尽职守，上报皇恩，下安黎庶。倘或不改前非，重蹈覆辙，国法俱在，朕不敢私，主者施行。
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当年在太原，秀峰有个秀才的混名，凡事看得开，有任侠的义气。每逢木秋之日，他都会从府铺里拎出一瓮酒来，招呼众兄弟们野宴一番。古人说：“太平全好做，万世人难存。”这老身子天下，刀兵不断，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，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？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，纵然是做了天子，又有什么味道？那日秀峰对我说：“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。这年月，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太平天子，唐太宗是天子啊，三十幼武，治太平。朕今年已知天命，可悲呀！50年了，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。怎么了？我再去取些酒菜来，你们爷俩好好说。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。哪些事情？太平盛世谈何容易？与其在此自怨自艾，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。怎么做？一曰西朝征。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，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。不管是文臣武将，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，纵使天价，也应以大局为重，当忍责任。接着说。二曰治牙兵。天下之乱，多起于牙兵骄纵，以下克上，甚至更替妙作。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，不应再有内外之分，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。白马一星教门，这我都知道。三曰兴文治。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。朝廷治政，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。朝廷中枢不应该有5人军头把持。四曰削藩镇。天下分崩已久，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，兼并不止。国家动了根基元气，黎庶饱受流离之苦。好大的一个梦！是梦，但不得不做。五岳谋一统。天下之大，国家的税收、农事、水利、文教、政绩、通商，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。若朝廷都做不了、做不好，何谈一统？朝廷政令，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。就如大河年年泛滥，治河却比登天还难。只因上游有关中出镇，中游还有北汉割据，便是下游，荀彧前还有个慕容彦超，更别提南唐、西蜀、吴越诸藩了，各自成一统序。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，所谓的皇帝也好，天子也罢，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。这么多的事情，一代人是做不完的，事在人为。阿爹，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30有5治太平，那就45、55、65。若一代人做不完，那就2代人、3代人。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，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左监门卫大将军、潭州刺史、镇宁军节度使、太原侯郭荣，文资厚重，勇毅绝伦，
修大河而存大善，治黎庶以宽民生，可开封府尹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功德使，判内外兵马事，策晋王。吾填我至公之举，但告遐迩，贤士闻之，主者施行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门下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三司李谷可江南、吴越诸州、六宅寻访大使。右时仪开封府推官王溥，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，可六宅寻访副使宣抚东南，以招朝廷致意，尔等忠纯素秉。贤士闻之，主者施行。臣等奉诏。此番李维真出使南唐、吴越，为的是息兵戈，结盟好，通商贸。连连兵乱，再加上天灾，各州县的府库空了大半。陛下有意休养生息，止戈不战。淮南、江南、吴越，自两晋以来，俱为鱼米之乡。若能南粮北输，朝廷这2年的日子便能好过些。诸侯分据已近100年，天下终归是要混一的。此番南行，也要观一观南人的风俗气宇。这南唐李氏、吴越钱氏，若能不动刀兵，而顺服王化，善莫大焉。此事怕是不易啊。吾自知不易，所以才会让文博先生和元朗此番随李维真一并南行，以观风貌。观的不只是庙堂，还有江湖。一国的强弱，不只在兵甲，更在人心。若江南人心向里，吴越人心向前，纵然其兵甲不利，朝廷也自当优抚待变。这样，国华和仲勋也一并去，把吴越和南唐的虚实给吾带回来。诺。我与你说过，让你早去安息。我这不需要人侍奉。少熬些夜，公事总是做不完的。将筋骨打熬得结实些，给自家多争几份寿数。你说的倒是容易，世道艰难，天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，阿爹要成100年太平世道，从朝廷到州县，千头万绪，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。国家在日，这些难处他都是能体谅的，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。大王这话，臣妾可不爱听。世道艰难，残破的又岂止是你家？你没了结发的妻子，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，同是天涯零落人，谁又不知谁的肺腑？郭君贵，你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姐姐，索性便说句明白话，我这就带着肚子回娘家去，总有口安生饭吃。
我不过也就说了一句，就换来你这么多句埋怨。前年成婚之日，我便与你说过，我郭俊贵已然是死了心的人。与李江衙内不同的是，今生今世，也不见得还能过上好日子。你若想图个富贵安生，我实在算不得良配。可之前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不过是两个命苦的人，缩在一团取暖罢了。我后悔了，不成吗？你，大王，东西班行首赵匡胤拜府。见过大王。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在家小乙哥，怕有些不合适了。少废话。深夜前来，若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赶紧滚回去睡觉。明日便要启程南下。敢问大王，朝廷是不是要南征了？你听谁说的？本来不想这些，不过白日里你在开封府里说的那些话，我思来想去，总觉得有些古怪。古怪？南唐也就罢了，吴越国中，现在是九郎在做主，若真有什么心腹话，说开了也是不打紧的。可你偏偏一句也不提的，说的都是些场面上的话。哼！果然是瞒不过你去。果然要南征啊！看看这个。这是文博先生的手笔，读读看。夫唐纪之乱，在于军权之不彰；藩镇之祸，在于边帅之权重。自贞观以降，用人之道首重治道，德行荒废，肃正徒有虚名；治中枢则有效，察地方即无能。君主依赖边帅不为无因，朝廷封拜节将，亦是恶果。朕近来读魏正公见录，不识字，不足以治百官；不读史，不足以治形体。藩镇诸侯从来都是个死结。自祖龙以郡县代周公之封建，此结便已经结下了。偌大的中国，一封书函从关中、河南送到广州、泉州，快马也要跑上2个月。若是送至黔中百越之地，只怕半年不止。如此非是朝廷愿不愿意设藩镇的问题，而是有些地方自然而然成藩镇。时之所然，庶岂能止？汉初本无所谓州，刺史亦是个巡查纠贺之官。然此之一久，终成13部州之社，形同诸侯，朝廷管不了。
三国之乱实乱于此。魏、晋虽削去了刺史周牧手中之权，然不得不赐赏长军都督以白金黄钺，让他们治理地方。久而久之，拥兵自重，16国之乱亦乱于此。唐初，周郡虽已封疆，却最终拗不过这个士，还伸出了节度使这等官职。陛下若想变，必先变其事，否则法术皆是小道。100年之内，或许无事，5代之后，必成祸患。如之奈何？陛下若无远虑，则削藩不过是饮鸩止渴，削得了眼前，削不得后世。唐太宗若用封建，可免后世之乱乎？免不得。却是为何？周公封建，是使蛮荒之地成诸夏复兴；汉高封建，是使穷困之壤成无为之土；而唐太宗封建，是列国土，而谋王子功臣，图以祸乱之源，难收治化之效。若文皇能有大智慧，封建魏王太于百越东海，封建高宗位于燕蓟之巅，则贞观无丁亥之变，盛唐无安史之乱。此等封建，才显封建之真意。奈何以魏王之宠，摄东南，无一罚遣，太宗不忍呐。然则不削藩，天下何能一统？战乱何能止歇？百姓何能安康富足？陛下，削藩不是根本之道，也不是不能削。所谓的削藩，并不是见藩就削。削谁不削谁？为何削？为何不削？这是一门大学问。还请萧逸哥赐教。削藩乃国家第一大重视。吴越前世，自钱婆刘启奏断东南，50年来，善事朝廷，勤修贡事，能保境亦能安民。即便当权者不是九郎，也不着急削党。可至于南唐李氏，李家是当了皇帝的，就好比东汉末年的袁术，自然是要天下共讨之。那也要看南梁北树的事情能不能够办下来。所以削藩不仅要看形势，还要看往来。往来，民人商贾互通无碍，锱铢相益，货质相通，日子久了，不和议和。反之，若两相隔绝，官民皆不相通，日子久了，分据成了故事成立，私土私民，便真的不为中国所有了。所以此番南下，与九郎先谈往来。九郎肯定也有他的难处。裁军？裁军？裁谁？
才多少？以什么名目来裁？回禀令公，自长兴3年，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，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，后增5都。文穆王时新设轻从、轻卫、中直匡武、次妃、左右厅、乐骑等24都。中宪王又新设3都，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浅都。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、浙西2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，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，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，负责车架修造的车架都，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。国中共计48都，总计兵额24万3581元。此番裁军，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。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，浙东、浙西2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，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，兵丁进行裁撤，瑞金都、楼船都、辎重3都并入兵部，车架都并入工部，总共要裁掉21都，裁减兵额8万7321元。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？大王可知兵是什么？若是没有了老八都，便没有了吴越国；若是没有了这些囚八们，老王不过是滩涂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鱼盐贩子，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。纷纷乱世，人命如草芥，兵便是天下的根本，兵便是一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。若是没有了兵，或者是兵弱了，不要说天下，不要说将来，就是眼下，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，尖牙利齿，一口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食干净，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。不光说是大王一家，哪怕是前世一族，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。真是如此吗？大王是遗老臣了。孤是在问，如今的老八都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？虎子，依内衙兵册，老八都在册兵额有多少？八都总计兵额31882元。实有多少？据内衙都监署点检，老八都实有兵额11054元。控额、阴兵、白账，军中3大弊，你们都不知吗？令公啊，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？